高雄在地人閒聊，高雄銀座如何從日治最潮商場走到層級，二戰空襲，商圈轉移，老城更新全記錄。先說結論哦，高雄銀座的過往非常精彩，它挺過了高雄大空襲，可惜因為美軍就撤離台灣，然後它就慢慢的沒落了。但現在高雄市政府正在嘗試活化它，或許還有一線生機，我們可以期待一下。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客廳裝潢的雷，如果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高雄銀座為何會消失哦。高雄銀座嘞，這有這個地方嘞，你知道嗎？哦，如果你知道的話，哎呦，那你的年紀應該不小咯。高雄銀座1937年開幕，如果你是那一年出生的話，現在已經88了。哦，那真的就是長輩了哦。我們現在講一下銀座在哪裡，搞不好你都經過你都不知道哦。這個就是高雄銀座，它的位置在這邊哦，在鹽埕區七賢三路跟五福四路的交叉口哦，捷運鹽埕補站跟輕軌壽山公園站的中間哦。那它現在長這樣就是一棟古色古香的建築啦。那你現在看到的不是它的原貌哦，它原本長這樣哦，就日式建築的感覺。然後當時的高雄銀座是個非常風光的地方，以現在話來講就是高雄的那種像信義計劃區的地方吧。它是日治時期最大的百貨商場，當時的商場內有3層樓哦，外廊店鋪34間哦，然後裡面的專賣店有22戶，那就形成正方形的店鋪街的格局。這看起來好像商家很少哦，這不要忘了我們在講的是日治時期呢。哦，那邊賣什麼？賣洋貨哦，布匹、西裝、小吃等等多樣化的商品。就是你要買舶來品啊，大家就是要到這個地方哦，第一選擇就是了。然後它也是當時高雄哦，甚至是整個港都繁榮的象徵哦。以現在話講，就差不多是台北的東區這樣。那也因為它的熱絡跟繁華，為它的未來就埋下了隱藏的危機。在1945年的時候，高雄銀座就遭遇了一生的夢魘哦，高雄大空襲，就美軍轟炸機沒有轟炸了，來你看哦，長這樣誇張哦，這真的是把鹽埕區都把它炸一遍，很猛耶。然後我跟你講，還有一個小八卦，就是說那個。你看它炸的地方是不是離現在新灣區很近？就是嘛，海鷹中心那邊嘛都被炸了嘛。然後那個亞灣這邊當初有一個事件就是現在的亞灣智慧公宅一起正在蓋，就 IKEA 對面那個復興三路上那個，你可以去看那他在開挖的時候有挖到高雄大空襲時候的未爆彈就這樣，想想也合理這個高空這樣子往下丟去炸呢，歪了就歪了，歪了就歪到那個 IKEA 那邊去。那簡單講一下，就二戰快結束的時候，美國要逼日本投降嘛，所以先摧毀日本。那當時台灣是什麼重要的南進基地呢？就是高雄所以要癱瘓日本的海外作戰能力就對了，就給它炸下去。那這波空襲結束後不久，日本就宣布投降。當然日本投降還有原子彈的情況，然後在慢慢的還好，不是說那個日本你要投降，我先用原子彈轟你的南進基地，不然原子彈就要爆在我們這裡了然後從1940年到1950年代之間，本來在台灣的日籍店主就陸陸續續就回日本嘛，因為那時候的台灣就被國民政府接收，直到1962年才重新來整頓高雄銀座，並且改名成國際商場。那這個國際商場也不負眾望，就繼續繁榮了將近20年。因為1950到1960年代美軍來台駐防使得這裡的夜生活蓬勃發展，到處都是餐廳、舞廳、酒吧等等，這是真的五福四路上超多酒吧的超多酒吧，這個我也會去。然後我最近去的是那個一起去的叫什麼？叫牛津牛津就在福隆大飯店旁邊而已。哇，裡面真的全部都是外國人幾乎是坐滿了，然後只有我們這一桌是台灣人，然後還會有現場駐唱的歌手都唱英文歌這樣。那時候就說走，我們去看那個鮑魯正妹唱歌，我們去看滿懷期待那天請假反正就是這樣。
直到1990年代，高雄都市發展重心轉移，美軍也撤離台灣，那鹽埕區的人潮跟商機就大幅度的流失了。那高雄銀座的商圈就自然就沒落下去，現在也幾乎不會有人講什麼高雄銀座了。但還是有些老店家屹立不搖，堅守在這邊做他的那個很老的客人的生意。例如創立於1946年的鄉民茶行，聽說他奶茶也很強哦，跟那個華達奶茶、雙飛奶茶號稱高雄3大奶茶。我也有喝過，不過我現在有點忘記口味，我記得是一個很特別的口味。我是點奶茶，能不能喝起來很特殊就对了哦。好，那反正我也不知道有機會去我那邊都點點看喝喝看好了。然後還有1955年創立的金孔雀布行，就可以定制手工旗袍跟西服，跟那個長輩說的就是當時連那個台南的要結婚也要跑來這邊去定做結婚的禮服之類，所以手藝絕對不會差，能夠傳承70年，3代人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啊，復古懷舊，你去訂個那個老式西服。這種老式西服說不定等現在還會做的老的裁縫師傅走了以後就沒有了所以定制一套起來真的是很有紀念價值。再來你要知道高雄銀座商圈現在怎麼了當然就是沒落啦，但是未來還是有復甦的機會。你說要大鳴大放可能有點困難但是至少不會說就變成一座就毫無人氣的地方。因為從2020年開始，高雄市政府就跟民間團隊展開多項都市更新跟修復工程，那其中就有針對這個銀座商場來展開調查研究，就去評估它的歷史價值跟保存方法，並且推動老建築立面美化計劃。對銀座商場保存較完整的南側騎樓立面進行清潔修繕，加固結構，粉刷外牆，讓建築細部的裝飾就得以重現。那也邀請青年返鄉創業，例如說2020年的5月，有一支青年團隊叫38地方生活，那耗時2年多，整修了銀座商場內一棟荒廢已久的3層老街屋，他把它改造成咖啡館跟旅宿的複合空間銀座劇場，就是1、2樓咖啡廳然後3樓上可以住宿這樣。但因為是老房子，所以沒辦法加裝電梯，你要入住的話那你就爬樓梯行李不要帶太多，那個樓梯也不是很寬。我們也期待說，在經過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的推動下，高雄銀座能夠成為高雄城市文化再生的範例，我們可以期待一下。最後我們來講鹽埕區附近的房市的狀況鹽埕區畢竟就是老區嘛，所以房價一直都算穩健那之前有駁二那邊加持現在輕軌也蓋好了，那就變成一個很觀光的地方。那它又怎樣？它又有部分區域被劃定到亞洲新灣區呢，像那個港灣1號院對不對？新復發那邊雖然要過五福路橋但是那邊畢竟就是臨近亞洲新灣區所以它未來的發展也不會差到哪邊去，它最爛有觀光來撐呢。而且高雄市政府也在積極的推動改造公共空間例如說鹽埕市民廣場現在正在改建中，預計2026年會完工。所以你買在這邊尤其是高雄銀座那一圈就五福四路跟七賢三路那一區，這本來就是人潮密集的地方。你也很有機會就一起雞犬升天。不過那邊的房子都很老屋齡都很高電梯大樓它那屋齡已經35的所以你放一放的話，再到你手上可能40幾年甚至逼近50年的都有。那你就自己評估一下，而且那邊有很多地上權你要買之前還是要做清楚功課。出租的話還行沒有到說像正灣區那麼好租。鹽埕區這邊的問題就是它去哪都要過橋去哪都要過橋那像那個五福路橋，我就在想港灣1號院一旦落成以後那個體量那麼大，那麼幾百戶以後上下班怎麼處理？現在五福路橋就很塞了，那以後真的是會去買那邊的，當初都是做過功課嘛建商一定也做過功課可能他們就是不往市區走他們就往北走往北走去台積電上班，這樣也行總之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聊了高雄銀座這個曾經風華絕代的商場，從日治時期的興盛繁榮到二戰高雄大空襲造成的嚴重破壞，然後之後的重建跟國際商業時期的輝煌，跟現在是沒落中的狀態。那接着我也幫你簡單的看一看鹽埕區目前的狀況包含那邊的屋齡都很高然後當地還有堅持到現在的老店家，
那政府也跟民間攜手來推動都市更新的計劃，跟未來亞洲行灣區發展所帶來的房市潛力。結論就是鹽埕區尤其是高雄銀座商圈一帶，雖然目前看似沉寂，但在各種積極的推動之下，未來還是有機會會爬得起來的。然後鹽埕區被劃定成可以合法經營民宿，所以說那邊的透天啊，現在是呈現了一種有行無市的狀態，就是你就是個很廢很破透天啊，就因為可以經營民宿所以都可以開比較高的價錢去，還是有台北的投資團隊會去專門去那邊研究，就這樣。所以然後它又是老區，我的觀眾朋友都來問過我繼承道繼承道那個就會覺得說這個是老破透天，這個現在要怎麼辦？繼承道是很好啦，但是如果你要讓它變好，是不是要花大價錢去弄？那好幾百萬呢。那如果我要賣掉的話，又老破透天，好像沒什麼好賣。不是這樣就是它真正的商業價值是它可以合法做民宿。好，最後我想問你，你覺得政府該怎麼拯救高雄銀座？ A. 找更多的特色店家免費進駐。 B. 邀請各類 YouTuber 來這裡拍片。 C. 直接就不管了直接就變成鬼屋探險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我剛看那個 YouTube 後台啊，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這樣我拍影片會比現在多很多的成就感按了嗎？對，就是那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的那個訂閱，對，按下去好感謝你的訂閱，好人一生平安。那長期觀眾也都知道，想要自產高雄中古屋要找誰？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就加這個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個 go。你跟我說好友已經超過7000人了那加了以後會一直 po 有潛力的房子，或是現在就已經被低估的房子。那想自產在台北也是有就找101蕭店長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也跟我說有超過2000人加入了都不想加也沒關係，你還可以購買我的 YouTube 頻道會員來支持我。高雄房地產功課就給你抄那會員影片是在比較深入的解讀高雄地區，你根本連功課要怎麼做你都不知道的然後能夠拉抬附近中古屋房價的重大建設跟民間大型投資案會員影片現在我還拍了阿元看房系列影片嘛，就真實認真去看一間房子，然後都不開濾鏡的就跟你細細的分析說這間房子如果要買，那它自產的劇本是長什麼樣子，它潛力在哪裡，建設在哪裡。高雄真的很棒，自產機會一大堆。最後還是提醒一下，不要炒房我們就合法長期自產，配合政府社會住宅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穩健的實現老了有房也有錢，這個目標才是正途。一起加油吧，在長期自產的路上，我就陪你一起往前走，走到70歲。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這個就是高雄銀座了，現在長這樣。那掛個黃金三角窗出租。然後底下你看它也沒有開店它的旁邊就是鴨肉蒸，鴨肉蒸你知道嗎？觀光客來高雄一定要吃，就現在都很多人，現在時間是早就過了吃飯時間就這邊就是高雄銀座，很熱鬧啦也不恐怖啦。那邊就是駁二的牌樓了，然後這裡我身後就是那個什麼高雄婆婆冰、阿婆冰都在这裡帶这就是高雄銀座，也是當初美軍在高雄大轟炸的時候，哇，這邊你想象一下，這邊全部都被炸，想象不出來歷史就是這麼一回事。然後就在鴨肉蒸旁邊的這個洞，好我們就進去看看吧。就是說活化就要活化這邊了。哇，天井你看，就是這裡銀座劇場這個這裡頭，我是不會覺得恐怖啦，但是少看中古屋的可能會怕。就是這裡銀座劇場，
現在1樓咖啡廳，樓上住宿，這個要怎麼住？包含這個，他是故意留招牌，還好，這是老房子，鹽埕區很多都這樣。哦，結構補強，哇，這整面牆都是水哦，這個要活化也是，我也不知道怎麼活化。哦，這個居酒屋。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好像是做紀念的 ，DIY 的，哦不錯啊，蠻溫馨的。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裡頭長這樣，天井啊。